现在习近平跟解放军两边的对峙可以说是越来越精彩，现在这个张力是越来越强了。现在解放军对于习近平，不管你是攻击，不管你是逼宫，现在一篇一篇的文章里面又有最新的报道。我们这一讲，他一开始是3篇，带头坚持党性原则，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的民主。现在最新的是带头维护班子团结，也就是你有责任要维护这个班子的团结，甚至还把当时邓小平还有刘伯承两个人。本来2个人不和，可是2个人为了打下江山，2个人为了要打下淮海战役，2个人尽弃前线，2个人合作打下中共战争里面最艰难的一役。现在没有想到，他们用这个例子去直指习近平。难道你现在为了唯我独尊，你现在等于说破坏了党内团结吗？而习近平当然也不是软柿子，习近平常讲狭路相逢勇者胜。这2天。除了《求是》杂志里面提到说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之外，另外是什么？它的重点是在《人民日报》里面就有一个确保干一件成一件，而干一件成一件里面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容易改的改革都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难道？现在对习近平发动挑战的，对习近平来讲，你们这些就是难啃的硬骨头吗？而这难啃的硬骨头到底指的是谁？而这个难啃的硬骨头，现在跟习近平的对峙，最后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好，我们今天请到全面对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哲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姚文珍，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张宇轩，好，第5位是战略专家李宁辉，大家好。好，第6位是我们要特别叫台大地质系教授陈文山陈老师，大家好。好，第7位是李玉生李律师，大家好。好，刚才讲的是，这个没有想到这个解放军还没有退耶。对，我们今天还已经连续3篇文章喽。没错，3篇文章以后，最新的在16号又来一个带头维护班子团结，而这个班子团结里面特别举了邓小平跟刘伯承当年的故事。你知道在3大战役里面最难打就是淮海战役，而这个为什么能够打下淮海战役？那重点在刘伯承以及邓小平2个人的相互合作，而且2个人尽释前嫌，重用粟裕，才打下这个江山。他说团结很重要，结果要带头维护班子团结。难道我在质疑说，你现在习近平里面搞内斗，习近平破坏团结吗？那习近平也不是软柿子，对，他透过《人民日报》反击了。对，没错。我们讲解放军好大的胆子啊，居然连续4篇文章，这个比这个所谓的12道金牌更夸张。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多文章出来。你看，第一篇是带头坚持党性原则，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挥这个党内民主，再带头维护班子团结。班子团结，为什么要带头维护呢？因为班子目前不团结，不团结才要维护团结嘛。好，那这是解放军一直发的这个4篇文章。那昨天吴董有讲到嘛，最近的这个所谓的环台军演里面来说话，这是什么？张又侠要证明什么？我可以调动军权。我调了东部战区，调了这个南部战区，调动是我来指挥，不是习近平来指挥。所以这告诉你什么？解放军不只是有文攻，还有武赫都已经出来了。也就是说，今天谁能够掌握枪杆子？对，掌握枪杆子，你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没错，谁能够调动天下兵法？吴董曾经讲过，你如果在中共内部里面呢调一个牌，都要军委会的同意。像讲那现在90艘的战舰来包围台海，90艘的战舰包围台海，到底是谁下的令？对，如果今天是习近平下的令，那应该是广大的文宣的，没错，那你的央视应该报，你的人民日报报啊，结果都没有报，非常技巧的。现在虽然大家传，难道是张又侠吗？那如果张又侠的话，那你可以同时调动北部军区、东部战区跟南部军区吗？对，那不是跟当年邓小平要展示说，我有天下兵权，就我打了一个惩越战争。他不但打惩越战争，是调各军区的部队去打惩越战争，代表我可以调动天下兵马。如果现在张又侠可以调动天下兵马，那还得了？宝杰讲到重点了，你要看中国斗争，就是看这些东西，这些美感。如果真的这个解放军都这样报道，然后有这样大幅的这个所谓军演的话，照理说央视、人民日报一定要报。为什么央视、人民日报没有报？表示目前为止解放军还没有掌握这些，现在是由习近平在掌握这个。所以习近平呢，他透过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他们的社论，人民日报社论丢出一个确保干一件成一件。他是什么？这是他的旧文章，但他跟你讲，他说进一步改革深化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这个社会改革。然后好吃的肉都已经吃掉了。
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所以我要谁是难啃的硬骨头？我要啃硬骨头，那不能够做半粒子工程。我有下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这个状况。他说干一件成一件的话，关键在成。所以意思是什么？我要继续反贪腐。所以他肯定是还是对你们这些反对反贪腐，他认为你们是反对我反贪腐的人，继续在跟你叫牌。所以现在挑战我的人，你现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没错，我现在绝不搞那个半拉子工程。对，而且我现在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所以目前为止来说啊，他们中国内部还是在持续僵持斗争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跟你讲，像这个4篇文章真的是非常让人家耐人寻味。你看，这篇文章是4号发的，然后紧接着连续再发，11号再发，4号发，9号发，11号发，16号又发。然后呢，这个文章里面来说，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一篇最新的文章，带头维护班子团结，你会觉得说啊，你根本在讲习近平嘛，哈，是吗？我跟你讲，中国的文章你要这样看。他一开始一定会先用习近平的话来跟你讲，你看习主席强调这个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好，他讲完之后，但是他会用谁来话来跟你反击？用毛泽东来跟你反击。你看毛泽东你看他讲了，这个党委书记要当班长，然后处理好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然后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万人出去作战。所以你看他用这个毛泽东的话来反驳这个习近平话。紧接下来真正的肉来了，这样他说，书记跟副书记要团结的像一个人，那整个班子就会团结的像一家人。然后他就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刘伯承还有这个邓小平2个人年龄差12岁，性格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打得非常好嘛，他们的二野在淮海战役打得非常好，所以人家都讲到说刘邓2个人就是连在一起，所以书记跟副书记要带头搞好团结嘛，大家不要争权，然后原则不让步，沟通不保留，问题不回避，然后责任不推诿，这样子班子就很容易团结嘛。好，那为什么这很有意思呢？因为习近平最讨厌的领导班子就是邓小平啊。因为什么？因为邓小平压制他爸爸习仲勋嘛，是啊，所以他很讨厌邓小平，他很讨厌邓家人。好，就那样，没想到你还用这个典故来，那为什么用这个典故？大家就想到，邓小平的这个二号人物是谁？他的1号人物是谁？你看他当年怎么对这个胡锦涛？胡锦涛不是他怎么对李克强的？对，他讲说，刚刚讲了。班子行不行，要看前2名。对，那你刚刚讲到的，你今天的前2名一开始是习近平跟李克强，那李克强而今安在？他居然神秘死亡了。对啊，你看你的2号人物，李克强跟你在执政的时候，你觉得他跟李克强有2个人像一家人？没有2个互相夺权嘛，然后一直削弱他嘛，然后就没想到他就意外死亡。好，那你看现在的2号班子。所以他也特别强调，对于领导干部，特别高级干部来讲，能不能自觉的维护团结，是一种素质，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能力，是党性、品德、胸怀跟水平的重要表现。这是毛泽东说的，所以我才说中国的文章要这样看，他会先用习近平的话讲出来的，然后用一个人来反驳你，再讲出真正的话来，就是这样。好，讲出真正的话就是你1号人物跟2号人物要团结啊，没有团结嘛。那你看现在的李强在他面前来说，哪有什么团结？那不是就是听命于他嘛。所以他就所以我才说这一篇文章就是100%真的是要讽刺习近平，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做到你这个相关的这个状况嘛。那另外一个我在讲，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出来说，习近平的位置真的有点怪怪的。为什么怪怪的？你看，这是他来见外宾的这个一个画面。好，你看他在2016年这见的是梁振英，好，那他是这个习近平哈，然后紧接着见林郑，还有最近见这个李家超，这出现什么问题？宝杰你知道吗？出现在他的位置，他的椅子不一样。你看他椅子有学问哦，椅子中国的任何摆设都有很有学问的哈。譬如说，你看领导人要喝黄色的杯子，对，你看他坐的椅子以前是龙椅，好，那在龙椅，这现在普通椅子越来越普通了。所以就是说，你看他现在呢，而且是解放军报，对，所以我就跟你说，这就是在给你穿小鞋嘛。所以你要看这些美感，就说，这怎么完全都不太一样？就坐一个普通椅子很怪，因为过去是坐龙椅嘛，你这个特首是上对下嘛，你本来就是皇帝啊，怎么现在坐这个椅子嘛？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些美美刚刚都告诉你，习近平的位置真的有一点影响。再来就是说，我就说，其实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中国的斗争是这样的，你要看谁掌握军权，还是有最后的话语权。对，因为为什么军权才是真正出这个最重要的人？你看，这当年毛泽东不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
为什么毛泽东可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当时掌权的其实是刘少奇跟邓小平啊。他为什么敢发动文化大革命？因为他获得林彪的支持嘛。林彪当时是解放军的最重要实权者嘛。对，他就是因为林彪说我就支持你，所以毛泽东敢发动这个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去抓这个刘少奇、邓小平，很多都是解放军的人去抓的啊。对，抓下来，好抓下来。所以为什么后来能够这个成功？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后来四人帮会倒台？因为当时掌权的人是谁？军权是谁？叶剑英。叶剑英掌权嘛，他就可以扳倒四人帮。所以中国真正你要看这个斗争，我跟你讲，党政那都不重要，你只要看军。军如果真的习近平没有在握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危险。好，那解放军现在已经对你挑战了。对，那解放军已经对你挑战。为什么习近平刚才讲？我在《求是》杂志讲说，现在党一定要集中领导。第二个来讲，现在好吃的肉、好啃的肉都已经啃掉了。对，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他直接跟解放军叫板，他哪来的底气？对，目前为止，因为他目前为止在解放军还有一定的能力，就目前这两股力量还在持续在斗争。所以你说，其实两边其实，在解放军还是势均力敌。对，目前还在斗争，至少是目前为止，张幼霞的确是有略占优势一点点，但是目前为止，这个力量还在僵持之中，就是谁也不让谁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才说，这个斗争还有非常多。那除了这个外部的斗争之外，他们内部也斗成一团，也就是习近平下面的人也斗成一团。最近大家引起大家讨论，就是中国的海关总署的署长于建华这个死亡。那死亡之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讣告，这讣告里面非常有意思。你看中国的讣告就是这样，你看2024年12月10号，中国海关总署的这个党委书记、署长于建华同志因突发疾病经过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享年63岁。好，宝姐，这个文章里面你看出什么端倪吗？每一个很多人都有端倪，每一个人都会跟你说是这个突发疾病无效，但是是在这个不幸离世。如果通常呢，如果是真的病死的话，他会说不幸逝世。但是不幸离世的话，就是表示他是非自然死。真假的？对，你只要有这个学问。对，不幸离世是非自然死亡，不幸逝世才是真的是病死的。你看中国的文字就是这样，这么的玄妙。我觉得我对文字已经是字斟句酌了。我也看不懂。对他们，你就要看历次有传言说，他好像是引弹自杀或是被自杀，都是不幸离世，不是不幸逝世。所以不幸离世的意思是什么？你看这很多啊，不幸离世嘛，对，这是这一次，这是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不幸离世，后来被证实他其实是自己自杀的。另外一个还有个罗志军同事，这是2023年不幸离世，他也是自己坠楼而死的。然后一个重庆的前省委书记，副书记叫任学峰，他也是不幸离世，他也是这个非自然死亡。所以你只要出现不幸离世这几个字，都是非自然死亡。有这种学问。对，所以你就知道他这次是不幸离世。所以为什么后来有传言说他是引弹自尽？对，那为什么他要引弹自尽？简单，因为他目前为止卷入了这个习家军里面的丁薛祥跟蔡奇两个人的斗争。为什么？因为是内部斗争出人命了。对，为什么出人命？因为第一个，丁薛祥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过去最红的是蔡奇嘛，但蔡奇目前的位置有一点点往下坠。然后丁薛祥是什么？他目前为止是包括说上海帮。还有江苏帮一个非常重要人士都在他身边，那他要跟这个福建帮互斗的过程里面来说的话，这个于建华好像是双面人呐，所以他因为他要保住这个丁薛祥，所以于是就是引弹自尽。这个当然是中国目前为止的传言，所以告诉你什么？不只是习近平在跟解放军斗，他现在的内部里面来说也在互斗，所以这种目前为止为什么会互斗？表示目前为止权力正在松动之中，权力也有可能会改组。所以这个中国的变化值得我们好好持续看下去。好，几位，我们刚才讲到，邱杰不是讲嘛，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你说把这句话放在中国完全实现。现在挑战习近平的谁？是张幼霞。可是我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当年不是长安大街出事吗？当年不是周永康调动了中央警卫团要包围中南海吗？那包围中南海的胡锦涛调动谁？胡锦涛调动是38军，38军坦克上街头，所以当时才讲。中国出事了，中国出大事了，中国出大事了，讲的就是这一段的历史。而当时率领38军为习近平解围的，竟然是张幼霞。我当年帮你解围，我帮你扶上了那个龙椅，结果我现在带头挑战你。为什么呢？就是没有分权的概念，分权全部都被你吃掉了嘛。那我这边呢？我这边至少要有东西给我们嘛。结果这边的系统来讲的话，没有东西。张幼霞其实说真的，他很厉害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当年来讲的话，在中共的所有的党史当中，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真正能够取所谓的领导人的向上人头的，就是什么？就是中南海里面的中央警卫局。所以中央警卫局到底是谁把持的，这就非常重要哦。所以中央警卫局可以什么？比如说当年来讲的话，四人帮就是这样端掉的中央警卫局。然后后来你知道华国锋真的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中央警卫局的谁掌握在谁的手上，而且为什么？你包含我们以前老蒋也是一样啊，蒋介石、蒋经国，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总统府里面的侍卫长跟国安局的局长，为什么两个系统要分开？因为你不能说一个国安局长就可以号令所有旁边随扈都是由国安局长来立定了。那如果他叛变怎么办呢？所以就可以取向上人头啊。所以侍卫长跟国安局长要分开处理。那当然现在又回到统一了，因为我们民主国家了嘛。以前独裁的时候就不能这样做，否则的话向上人头都被取走，要分而治之。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哦，中央警卫局当中，在张幼霞当年在的时候呢，就是帮了习近平一把。为什么帮他一把呢？当时不是抓了这个周永康吗？对。后来呢，中央警卫局当中就有人同情周永康，然后也同情令计划，所以他们做这些事情啊，准备要去什么？要去刺杀习近平。所以这时候真的刺杀习近平。对，所以后来呢，张幼霞就结合什么，把这件事情哦，还有相关的这个监听的情资呢，就交给那个中办主任，就是栗战书。栗战书本身就是习近平这个哥们长大的，以前在河北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两个是隔壁县，所以啊，习近平最大的政治朋友，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在这个20大的时候，不是胡锦涛准备要翻东西的时候，是谁把他挡下来？栗战书挡下来，因为他叫你不要看啦，这个东西来讲，习近平都已经处理好了哈，所以你不要再打岔就是了。所以栗战书当时什么，就因为这样子，张幼霞给他的情资之后，就跟那个副主任丁薛祥。两个进去之后，就把这个中央警卫局的局长跟副局长两个逮捕抓起来，然后送走了。所以这时候呢，习近平的身家才受到安全。对。但是当年来讲的话，我扶你上来之后，现在呢，现在天下，所以也就是因为有这一段的过往，大家本来也认为说，因为张幼霞的父亲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两个人是交好，是交好的时候我才有这个信任的关系，而且两个人在同一个大院一起长大。你说不是？是关键就在于说，当时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当时掌握38军的张幼霞有秦王之功。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然他们也是陕西帮，那当然有家里的这个所谓的家乡渊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除了这个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事件。这个事件是什么？真的保住了习近平的小命。那这时候习近平当然大权在握之后呢，开始什么习核心啊，什么以习近平为党中央的这个是什么领导的这核心来讲的话，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习近平啊，他不愿意把权力分给旁边的人，他只要什么，把自己跟班那些以前帮他提公事包的，比如说李强、丁薛祥、蔡奇啊，这些人都把他拉上来了，对，鸡犬升天。请问你这个张幼霞这边的系统，这些他们的人呢？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次你看到所有的什么要求集体领导啊，都是从解放军出来的？为什么是解放军出来？是张幼霞嘛？所以张幼霞来讲的话，就是说现在是在跟习近平讨权力啦。对，那当然习近平也不省油灯啊，你干嘛跟我讨权力？我治天下，我当然我的秘书都拉拔上来之后，以后可能由他们治天下，但是大家不服他们了，因为他们基本上的话又愚蠢又笨又没办法治理，所以搞得天下大乱，不是吗？你现在要救经济，你想有办法吗？没有办法。然后呢，蔡奇现在干什么？蔡奇跟辛薛祥两个人在里面斗争嘛。刚刚提到于建华就是什么？就是丁薛祥的人嘛。那丁薛祥怎么突然间就消失不见呢？对不对？而且你引弹自尽。是啊，所以代表说什么？就是有人说是背后蔡奇下的手，就是派人去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于建华他本身来讲，他本来好好的，还见什么？还见吉林省委书记哦。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见完之后呢，跟他们讨论这个什么吉林要怎么样之类的哈，然后结果呢，回到家之后过没多久，竟然死在家里了。当然有人说他是因为他是2024年12月10号，可是这个时刻他之前还有跟吉林的人有互动，是跟吉林省委书记还有副书记都有互动。互动完之后呢，当然他后来要被中纪委约谈之后，结果没想到竟然死在家里。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且有人说这件事情要不要追查下去？那追查下去的话，是不是有一干人等整个要被拉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共现在内斗的原因，我都认为跟接下来21大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所有的任何系统要进入到这个系统当中，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就是20大的4中全会左右，大概都要确定下来。对，否则来讲的话，你怎么去进21大的？也就在接下来，你不管怎么样，你的4中全会一定要开。4中全会这个负责什么？是人事的问题。人事问题说，如果我这一个门进不去，
我又隔好几年了。是啊，那如果你这个门全部被习近平的秘书群们这个绑住或是卡住的话，那其他系统进不来了。对，其他系统进不来的话，谁能够未来，比如说接任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位的时候，这时候呢，到底是他的跟班要接棒，还是什么？还是习近平另外别的系统要来接棒？所以就产生中共内部现在内斗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斗争哦，其实是有来有自的，都是为什么？为了争取21大的这个所谓的人事权。人事权，对，我有人事才有权利，是，所以才能够分配资源嘛。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为什么针对的蔡奇而来，或者是说有人去咬蔡奇跟丁薛祥两个在互动，其实原因应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内部来讲的话，他的人马基本上没有办法用，而且呢，基本上他们也在互动。吴董，你最近观察了一个我刚刚讲的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个讯息，耐人寻味讯息就是这有90艘的军舰，你明明包围台湾，包围台湾的时候，居然中国没有任何的讯息，也没有任何的表示，你的央视也没有报道。以前你要做任何的什么2024利剑演习的时候，你要大吹法罗，你要把它做了很多的影片，甚至搞了很多的动画。就这次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了以后，它又静悄悄的结束了。结束了以后，你说的不对，因为这个真的有在动，它怎么动？它从北部动，北部战区动，东部战区动，南部战区动，3大战区。谁能够调动3大战区的部队，而且真的从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北部包围了这个区域，包围了这个区域以后，居然整个中国的内部对内对外都是静悄悄的，就这样整个事件就大家就一头雾水，到底在猜怎么回事？所以你就有海外的这个 YouTube 的连接到，哦，这个跟现在军方内部的斗争发生关系。那军方内争斗争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目前最强的就是军委会的副主委，对，是张又侠。张又侠嘛，张又侠出身哪个战区？中部战区嘛，对不对？张又侠中部战区，那这个3个战区都不是中部战区啊。对，所以表示北部战区、东部战区跟南部战区，但他掌控的过去熟悉的是中部战区。对，那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啊。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任何一个部队调动，小到一个排的运动，都必须要有军委会同意。对，军委会同意就是讲简单一点，就是习近平同意嘛。因为习近平军委会主席嘛。对，没有他盖章，这个没有他批的话，部队不能动。那再来，那这是谁动？那这个一开始就知道是张又侠动的嘛。我们的判断是张又侠，那动的目的何在？就是他要秀肌肉给大家看，我有能力操作这整个部队的运动嘛。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就表示说，原来是习一尊嘛，对，只有习一个人可以指挥部队嘛。那现在不是这样子谈哦，那现在习就不见得有能力能够指挥部队做大调动。对，如果要攻打台湾的话，习能够决定的话，这个部队能够，这个就很危险了，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东西动辄是动摇国本的东西，然后居然你极有可能是张又侠他一个副手。能够指挥这个三军的调动，3个战区，这个非常大的事情。然后你再看这4篇文章的东西出来更有意思。这4篇文章的这个背景，你会看到，他有第一个人是谁？是武警山西总队太原支队工作部主任。这个什么样的鸟职务嘛？他写一篇文章，能够直接上解放军的。解放军报对，到解放军报的评论版然后你再来，你看邵天江，你再看哪里？中部战区河南省罗河军分区。中部战区啊，这是谁的人？张又侠的人。什么玩意儿啊？河南省罗河军分区这是个什么职务啊？我看大概上校还是少将吧。到评论版。到解放军报的评论版对，第一个带头坚持党性原则，第二然后坚持集体领导，再来你看党内民主是哪里？中央军委改革及编制办公室，什么单位什么咖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它是一个小咖嘛，对不对？中央军委改革及编制办公室这种小的文笔能够帮到了解放军的头条，对，然后一系列第4个更有意思了今天这个12月16号。带头维护班子团结，他叫什么？航天工程研究所党委书记，都是小咖，你看，但是都有意义哦。你看到没有？一个是武警，一个是战区，对，一个是军委办公室，一个是航天工程，空军哦，航天是空军哦，都是，所以他们讲什么？都带头嘛。
带头都是带头。上次我们谈过嘛，你带头干这个事情，后面就有人跟进。他就一直告诉有人该跟进了。如果照这个逻辑不变的话，他现在在带头维护班子团结嘛。你一个航天工程研究所党委书记，我帮你算，再大就是我们中科院啊，讲简单一点啊，中科院的一个所，这样好不好？中科院一个所的编制是什么编制？上校嘛。上校啊，就是上校级而已啊。他党委书记最多给你少将嘛。对。少将你能够资格写这个带头维护班子团结嘛？对。也没有这个行情嘛。为什么他们能够登上？为什么能登上这个解放军的评论版？然后做那么大的文章，然后一系列这样子干下来。对。所以如果所料不差的话，可能过两天还有嘛。还有带头，还要带头。就这解放军要带头嘛，就在背后不是没有张幼霞这种力量的话，上不了解放军嘛，解放军报嘛，不可能嘛。那难道解放军报张幼霞一个人就罩得住吗？罩不住吗？当然罩不住，他对手是谁啊？习近平。对呀，他是在谈习近平的东西，谈整个领导权的问题，怎么可能是一个张幼霞一个军人？一个上将，你就能决定这个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背后有庞大的力量来支持整个事情的运作嘛。宇轩，当然中国现在除了内部的斗争以外，它现在的经济问题也非常严重。我们来看到这个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网，而且谈到是什么202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会议精神。你现在这个对他来讲，中国工作精神等于说我是经济非常指标，可里面谈什么？他居然谈到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不少困难跟挑战，国内的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加面临压力，还有风险隐患多，这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你是党的新闻去谈202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是讲的都是坏事情。宝来哥，你很少看到中国官方的新闻会如此的绕口，为什么？因为他在讲一件事情，经济困难，所以呢，中国需要呢平息社会动荡，这是 Wall Street， 但是外媒讲这样不稀奇，连中国自己内部都在讲说造成不利的影响，而且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压力需要解决，我们才有办法前进。所以代表现在对于中国来讲，他们维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跟最大的难题，根本不是有民众想造反，而是因为经济太烂，让民不聊生嘛。所以这个压力是挡不住了。对，而且你看啊，根据统计相关指标，这是他们自己中国统治哦，来动荡。什么叫动荡？中国流行一个名词叫做维稳。维稳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台湾的抗议。换言之，他们抗议的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抗议什么？抗议我薪水发不出来啊！抗议你这个到处乱罚，警察乱开罚啊！所以已经造成民不聊生啊！宝德哥，但你知道最大的冲击，现在人民要造反，你知道谁最担忧吗？习近平，当然是习近平，怕到不行。我想，当一个独裁统治者，他必须要担忧甚至恐惧人民的时候，代表他的政权真的出了问题。为什么？来，明明澳门最近是不是25周年回归？对，应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大喜之日嘛。结果来，你看现场画面是怎么样？要么的交通高速公路大塞车，为什么？全面管制，你货车还不能进哦，你货车不能进哦，为什么？他要进行人脸辨识，你一定要确保呢你是良民，而且呢你是住在这个珠海附近的，你才可以进出，而且不只是这样，期间周年庆全部禁止你飞无人机，你无人机都不能给我飞，好不好？而且相关的新闻，你如果呢跑去讲说，哎呀这个抱怨啊，甚至相关的，你通通都会被核销。澳门还非常反讽的讲，我们向大家致歉，向大家致歉是因为我们现在到一个地方都要加强戒备。然后呢，他们讲澳门在习近平来的这段时间叫做什么？草木皆兵。对，然后呢，然后就被下架了，因为你不能发出不和谐的声音。现在有一点风吹草动都很严重，所以这边报道 no 损了，变没有了，而且相关的他们的拍摄，我跟你讲，沿路我们讲跟怎么讲，全程戒备一样。完全像空城，为什么？方圆100里之内呢，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状况，你只要靠近相关的会场，习近平会所到之处呢，除了军警、除了武警之外，连人，我们讲寸草不生，连人都不能出现在这边。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会这么？像澳门也算是十里洋场，澳门也算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它靠什么？靠的就是观光客，靠的就是人流。
就人都没了。而且你看哦，拍到这张照片都算了不起了，为什么？连照片都不给你拍。你呢？如果说在那边到处拍照片，你可能会被抓起来啊。你如果在那边游荡，明明我家住附近也不行，你饭店住这边也不行。因为呢，现在他们其实有好几大政策，你知道要干嘛吗？说我们有8大政策，8大政策说有8个东西不能再发生。他说，哎呀，不能有人车冲撞，甚至呢不能有踩踏的，也不能夜骑，也不能有白纸运动，也不能践行。总而言之，他讨论到了什么？通通都是这些因为经济而衍生出来的一个大问题。